字转不停，让我们有请第3季好声音学员周深。周深，文音不变雌雄，一手欢颜震惊4位导师。远赴乌克兰本是学医的他，为何突然转向音乐？拥有不起眼的外形，却已是网络上流行已久的卡布男神。从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他，为何这次来参加《好声音》？种种谜团将在《真声音》为您揭晓。怎么会从医学转到音乐呢？这2个太不搭界了。因为我就只对2个领域有兴趣，就是对医学领域和对音乐有兴趣。大家也都知道，学艺术特别的难出头嘛，可能家里人也比较希望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，然后我又对医学有兴趣，我就过去学医了。给我们讲讲你学医的事儿吧。学医的事对我来说就特别痛苦了。痛苦？你也看见我很瘦小，老师可能叫我去背下尸体啊。背下什么？你也看见我很瘦小，老师可能叫我去背下尸体啊。乌克兰人那么高。有1.8米。对，他1.8米。你多高？我1.61米。还有个原因就是语言特别难嘛，因为我们去乌克兰读书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语言，然后我通过各科的考试，然后才考上大学的。在学医的时候，医学术语特别的多，特别的难。上课的内容对我来说就是同学们好，同学们再见，中间就是一堆乱码，我就就过去了。哦，你只能记得问候跟再见这2件事情。对，对，还有就是熬夜。那熬夜干什么呢？老师上课特别快，我们就1节课可能会上20页的书，在家里要翻译4页书，我需要4到5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我每天都在4、5点睡觉，我7、8点又要起来上课，就每天就是对我来说就是，我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了。确实是非常辛苦的留学啊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吧，多。谢谢。毕竟我去那儿读书，对我父母来说也没有很轻松嘛。然后我就觉得在那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的，我就觉得有点愧疚，就觉得是还不如朝自己最喜欢的音乐去发展。顺利吗？这个过程？当时我就是去那个音乐学院嘛，给他们听我的声音，就刚好就有个男中音老师就听到我的声音了，说这个学生我要了，然后我就特别开心，觉得哎呀我成功了，我现在终于是一个正式学音乐的人了。但是我又很坎坷的在那儿学着。怎么讲呢？因为那个老师可能他特别看重我，我在大1他就给了我一首大5的曲子，就特别难，因为我没有基础。跟他学了差不多1个学期左右嘛，我就声带小结了，然后我就回贵阳了嘛，就准备治一治。然后我找的是我们那个针灸医生，他就提醒我，他说可能第1次有点不适应，会有点晕啊，然后他就扎，然后他就说晕吗？我说不晕啊，然后我就立马就晕过去了。那治好了吗？现在？是好了，但是我不能继续跟原来的老师了呀，因为他都把我教出声带小结了，对吧？然后就去找了我们那儿最好的一个男高音老师，从男中音转到男高音去了。对，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病没有好，就说老师你收我吧，然后老师就说这孩子说话都带破音的，你让我收你。他就坚决不收我，他一开始甚至连声音都不想听，就一直去找他，一直说服他，后面还可能被我感动到了，就还是收了我。现在你的水准让他满意吗？期末考试的时候，然后就算是让系主任惊艳了一下，我老师也算是满意了。现在你已经成功的通过了第1阶段的盲选，对自己有什么期望？其实说实话，我一直都在关注好声音，但是就1、2季就特别没有勇气，我怕我来了之后大家会觉得我奇怪，有点不敢面对这些东西。到第3季，觉得自己该踏出这一步了。但是我很遗憾，为什么这一次在好声音现场你的爸妈没来呢？他们比较忙，因为我在那边读书，父母都特别辛苦，在东欧那边留学生是不能够打工的。然后我回来，我想找暑假工，随便一些地方唱歌就行。但是他们看见我，就任何机会都不会给了。所以我想来好声音，让大家看到我，知道我，
这样我至少回去以后，我可以找到暑假工为我父母分担一下。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，至少让大家看到我就可以打点工，让父母可以分轻松一些。你很有可能因为好声音一战成名，但是他并没有说我要放弃我的学业，或者我要规划多好的关于音乐的未来。我们还是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对，因为我还有太多需要学习了。谢谢你终于来了，让我们好声音可以拥有你这样的声音，让大家看到，这也是我们的骄傲。谢谢你。请把掌声送给这个极其真诚的男孩。来，留下一张自拍的照片，放在这个墙上。感谢新浪微博、腾讯娱乐、网易娱乐。谢谢。